远眺巴黎天际线。这座高耸入云的铁塔是城市最无可取代的视觉重心。它曾被极为丑陋的铁怪物，甚至一度面临被拆卸的命运，却奇迹般地成为巴黎的永恒象征。高达数百公尺的镂空钢结构，以优雅的弧线和精密的横架，在不同季节与光影中展现独特的魅力。向上仰望，从稳固的基座到尖端细长的天线，这座铁巨人不仅是巴黎的坐标，其顶部更是重要的广播发射站。巴黎的象征埃菲尔铁塔，这座铁骨铮铮的巨人在天际划出独特的轮廓。仔细瞧，数千吨锻铁以精密的几何线条交织，从底部向上延伸，展现19世纪的工程奇迹。铁塔为当年的世界博览会而建，设计者古斯塔夫·埃菲尔以其开创性的建筑工艺为巴黎留下不朽印记。搭乘电梯缓缓上升，逐步感受铁塔的高度与城市视野的变化，抵达不同的观景平台。从塔顶俯瞰塞纳河，如银带般蜿蜒，巴黎的经典建筑群与街道规划尽收眼底。罗浮宫、凯旋门、圣母院等名胜清晰可见，整座城市像一幅生动的巨型地图。待夜幕低垂，铁塔本身点亮璀璨灯光，每逢整点更会上演5分钟的灯光闪烁秀，数万盏灯泡同时闪烁，将铁塔瞬间化作一座晶莹剔透的巨大钻石，梦幻而夺目。前往铁塔，可搭乘地铁至比尔阿克姆站，或在特罗卡德罗广场站下车步行，数分钟即可抵达。建议选在清晨或傍晚前来，既能避开人潮，又能捕捉白天与黄昏交替的迷人光线。铁塔旁就是战神广场，是欣赏铁塔全景的好地点，也能沿塞纳河畔漫步，感受巴黎风情。登上铁塔的票务详情与开放时间，请以官方网站或现场公告为准。巴黎罗浮宫是世界顶尖的艺术殿堂，巨大的玻璃金字塔在阳光下闪耀，是所有旅人造访巴黎的共同记忆。这座现代设计与古典宫殿建筑形成强烈对比，却又和谐共存，成为罗浮宫独特的入口意象。要前往罗浮宫，搭乘地铁至罗浮宫博物馆站 Palais Romain Oliver 是交通最便利的方式，出站即达。博物馆规模庞大，建议您清晨抵达，并事先预订门票，避开上午涌现的人潮，能有更舒适的参观体验。一踏入罗浮宫，您会被其错综复杂的长廊和数量可观的展品所震撼。这里收藏了跨越数千年的人类艺术结晶。沿着指示牌，您将来到达文西的旷世巨作《蒙娜丽莎》前。尽管人群总是将它团团围住，仍难掩其独特的魅力。这幅画作尺幅不大，但蒙娜丽莎唇边的微笑，在不同角度观看，仿佛会跟着变化，是罗浮宫最受瞩目的焦点。在前往古希腊罗马文物区，就能遇见断臂维纳斯，她以优雅的姿态伫立在大厅中央，展现力与美的结合。虽然失去双臂，米洛的维纳斯仍被誉为古希腊雕塑的经典，其完美的黄金比例和神秘的表情引人入胜。转向古代近东文物展厅，您将见到汉谟拉比法典石碑。这部数千年前的古老法典见证了人类文明的早期法律体系。石碑上刻有200多条律法，以楔形文字记录，是了解古代巴比伦社会生活与司法制度的珍贵史料。罗浮宫的藏品极其丰富，若时间有限，建议您可以先锁定感兴趣的展区，规划路线分区参观，避免走马看花。参观完罗浮宫，您可以从博物馆出口步行数分钟，直达优美的杜乐丽花园，享受片刻的悠闲时光。罗浮宫占地广阔，参观时务必穿着一双舒适的鞋子，才能轻松走遍这座艺术宝库。我们来到巴黎的中心西堤岛，眼前正是浴火重生的世纪地标巴黎圣母院。自从数年前的火灾，这座哥德式巨作便展开漫长的修复工程。如今，脚手架与吊车已成为它的一部分。
尽管被鹰架包围，圣母院标志性的哥德式外观依然宏伟，尖拱与飞扶壁诉说着数百年建筑工艺。沿着塞纳河畔漫步，从对岸能一览圣母院与河流交织的画面，衬着巴黎的蓝天更显壮阔。新的尖塔骨架已缓缓升起，象征着这座城市浴火重生的韧性与希望。圣母院的兴建历时数百年，见证了法国历史上无数重要时刻。前往这里最方便的方式是搭乘地铁4号线至西堤站，出站即达。或者也可搭乘市区巴士到附近的站牌，或从罗浮宫步行约10几分钟。建议清晨或傍晚前往，光线柔和且人潮较少，能更好地捕捉圣母院在不同光影下的样貌。除了在周边广场观看，别忘了走上新桥或艺术桥，从远处欣赏圣母院与塞纳河的完整构图。圣母院所在的西堤岛本身就是历史宝库，圣礼拜堂和巴黎古监狱都近在咫尺，步行数分钟即可到达。虽然内部暂不开放参观，但修复工程本身就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历史见证，值得在现场驻足感受。耸立在巴黎新城广场中央的凯旋门，是纪念法兰西军队胜利而建，规模宏伟。拱门上的精致浮雕刻画着英勇的战役场面，值得驻足细看其古典艺术风格。拱门下方是为纪念一战阵亡将士而设的无名烈士墓，长明火日夜不息，象征着永恒的追思。登上凯旋门顶部，能俯瞰以新城广场为中心的12条放射状大道，尽览巴黎市区壮阔景致。从凯旋门望向东方，笔直延伸的香榭丽舍大道是巴黎繁华的象征。大道两旁绿树成荫，宽阔的人行道上行人如织，展现巴黎的活力。沿途汇集世界顶级的时尚精品店，橱窗里陈列着当季最新的设计，还有历史悠久的咖啡馆，提供露天座位，是观察巴黎人日常的最佳地点。前往凯旋门，可搭乘地铁至戴高乐新城站，出站后走地下道，可安全抵达拱门下方。建议清晨或傍晚前来，可以避开人潮，并捕捉到不同光影下的凯旋门。若时间充裕，预留约1至2小时登顶观景，感受巴黎独特的城市规划。凯旋门之后，可沿着香榭丽舍大道一路漫步，体验巴黎的时尚与生活气息。登上蒙马特山丘，洁白的圣心堂高高耸立，圆顶在阳光下闪耀，是巴黎天际线的独特风景。罗马拜占庭风格的建筑由特殊的石灰岩建成，让圣心堂外墙能随着时间自行净白。沿着阶梯拾级而上，视野逐渐开阔。从这里可以俯瞰巴黎市区的全景，感受这座城市的脉动。前往圣心堂可搭乘蒙马特缆车，或是沿着坡道漫步，感受石阶巷弄间的法式风情。建议清晨造访，能避开人潮，享受片刻宁静，捕捉阳光洒落在白色教堂上的绝美光影。离开圣心堂，只需步行数分钟就能抵达蒙马特的艺术心脏小丘广场。这座广场四周被咖啡馆和餐馆环绕，空气中弥漫着颜料与咖啡的复合香气。数十年来，广场上挤满了艺术家，他们现场创作人像画和风景画，展现精湛技艺。游客们驻足观赏，或坐下来让画家为自己速写，体验蒙马特独有的艺术氛围。沿着蜿蜒小巷继续探访，会发现许多隐藏的特色小店与艺术工作室。穿过朱哈广场，一座写满了"我爱你"的蓝色墙面映入眼帘，这就是知名的爱墙。爱墙上以数百种语言写着"我爱你"，象征着爱无国界，是情侣们打卡留念的热点。每一个"我爱你"都承载着不同的情感，让这面墙成为传达爱意的独特艺术品。在蒙马特，艺术、历史与浪漫气息交织，建议至少预留半天时间，深度体验这片独特区域。漫步巴黎街头，香气四溢的烘焙店是城市最迷人的风景之一。
透明橱窗里，法式甜点精巧地陈列其中，马卡龙以其缤纷色彩最为抢眼。这些外层酥脆、内馅松软的小圆饼，常以当季水果或经典口味制成。咬下一口，杏仁饼壳与柔滑夹心在口中交织，是味蕾的愉悦享受。而另一项法国饮食的灵魂，非每日新鲜出炉的法国长棍面包莫属。经典长棍面包，外皮金黄酥脆，内里则松软带有嚼劲，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食。许多烘焙师坚持传统工法，以面粉、水、盐和酵母经过长时间发酵与揉捏，制作出面包的灵魂。清晨走进巷弄面包店，经常能看到刚出炉的长棍面包，散发着诱人的麦香。巴黎人习惯手拿一根长棍面包，边走边撕食，这是城市日常的风景。想体验最道地的法式滋味，不妨选择一家当地人光顾的传统烘焙店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不仅是法国的象征，其顶端还隐藏着一段拯救它免于拆除的关键历史。许多人可能只注意到它的雄伟，却鲜少留意塔尖那一根细长的天线。这座铁塔最初是为世界博览会建造，原本预计在20年后功成身退，面临被拆毁的命运。然而，电报与无线电技术的兴起，让这根天线成为了它的救星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，法军意识到它作为长距离无线电通讯站的巨大潜力。它在战事期间截获了重要的敌方情报，甚至帮助了巴黎阻挡德军的进攻。战后，埃菲尔铁塔的天线继续服务于广播和电视讯号的传输，让它的生命得以延续。因此，这根看似微不足道的天线，不仅改变了埃菲尔铁塔的命运，也见证了通讯科技的变革。巴黎市区交通发达，地铁网络四通八达，是游览各景点最便捷的方式之一。您可在地铁站或游客中心取得地铁路线图，标示清晰，方便规划路线。除了单次票，也有适合短期旅客的优惠票种，可依停留天数或预搭乘次数选择。许多博物馆与历史古迹集中于特定区域，善用巴黎博物馆通行证能有效节省排队时间。这张通行证通常提供多个景点的免排队入场权证，面有印制有效日期。通行证提供多种天数方案，游客可评估预参观的景点数量与预计停留时间长度。夜晚的塞纳河风光迷人，搭乘观光游船欣赏两岸的经典建筑是独特的体验。埃菲尔铁塔点灯后尤其璀璨，从船上角度仰望，感受华灯初上的巴黎。两岸的古老桥梁在灯光照耀下与河面倒影交织成动人画面，是摄影的好题材。第一天建议从罗浮宫开始，上午入馆避开人潮，沉浸于艺术殿堂，预留半天时间。接着漫步杜乐丽花园，一路走向协和广场，欣赏法国经典的庭园造景与地标。傍晚可登上凯旋门，眺望香榭丽舍大道为轴心的巴黎城市，放射状街景，视野开阔。夜间可在香榭丽舍大道享受晚餐或购物，体验巴黎繁华的夜晚氛围。第二天，不妨前往西堤岛，参观历史悠久的巴黎圣母院，欣赏其哥德式建筑细节。邻近的圣礼拜堂以其彩绘玻璃窗闻名，阳光穿透时如万花筒般绚丽，值得细看。下午可转往左岸漫游拉丁区的蜿蜒小巷，感受此地的学术气息与咖啡文化。最后搭乘地铁前往赞神广场，等待埃菲尔铁塔的璀璨闪烁灯光秀，为旅程划下美好句点。建议选择巴黎市中心内地铁站周边的住宿，方便往返各景点，节省宝贵的交通时间。购买地铁都日券或储值卡，相较于单程票通常更划算，能有效利用大众运输网络。感谢收看，期待与您下趟旅程再会。